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道和。当今天川普跟全球谈关税，每谈成一个国家，习近平的心里就丢了一下，因为他知道每谈成一个，给他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为什么会这样讲？你看《华尔街日报》怎么形容习近平？他说，习近平减少外访，将更多时间花在国内。现在他是死守止境之巅。为什么要死守？原因非常简单，8月是习近平的关键时刻。我们都知道，8月有一个北戴河会议，会来确定未来的一些相关的措施，甚至权力的集中会在习近平上面吗？8月为什么会关键？因为现在整个中国经济是一团糟。你看到了大摩在预测中国经济，他们特别开了一个闭门会议，他们怎么形容？他说，这个中国的 GDP 平减指数，中国已经连续9季处于负数，甚至它的 PPI 就是工业的生产者出厂价格，更是连跌了33个月。现在中国经济已经一团糟了，再加上川普不断用关税、不断用相关压力去逼迫的一个情况之下，8月份对于习近平来说压力非常大。8月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关键时刻。而习近平知不知道这些事情？他当然知道，但他知道问题，但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运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评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桃园市议员黄敬平，大家平安。好，最后一位是林传媒政治司法组的召集人吴正峰，大家好。好，世彤，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当今天川普你知道谈完一个国家关税谈完，习近平唰了一弹，他心里怕的要死，是他心里咚咚咚，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每谈完一个，当川普每谈完1、2、3、4、5，没错，给我的时间越来越少，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怎么办了。对，没错。目前为止的习近平呢，他只能够困在北京城里面，因为为什么？因为往年呢，他这个时候呢都会出国去访问。我们他事实上过去是叫环球政治家，他今年变成是困守在紫禁城里面。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个，他是目前为止内外交迫。对内来说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现在即将要召开北戴河会议。对，北戴河会议呢，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呢，是决定他能不能够继续下一个5年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甚至呢，今年的所有的人事的铺排都要在北戴河会议会完成。所以我们昨天不是讲到吗？被渗透说有一个秘密会议，就是这个时间点。他如果这个时间点不在的话，那就完蛋了。第二个就是你刚才提到了，最近川普不是一直在宣布所谓关税吗？对，他今天不是又宣布了2个吗？跟日本达成一个关税15%，然后对菲律宾呢达成关税19%，然后2个国家要强化军事的合作。赵和，你知道吗？如果你看了这一连串一系列的这个关税之后呢，你就觉得这个习近平呢心里面相当的担心啊，不好受啊。对，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先跟他讲，我们用地图来看，你会看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知道关税各个国家都有的，我们用地图给大家看。你看哦，日本15%，菲律宾19%，印尼19%，然后越南20%，韩国目前为止还不知道，因为它现在是25%。但你知道吗？甚至就是跟中国可能比较，你看日本、菲律宾还有印尼对中国的态度都是比较怎样，偏向对抗一方面。越南也是嘛。可是你看到、如果跟中国亲近的，像辽国、缅甸，他们都是40%，泰国跟柬埔寨是36%。什么意思呢？跟中国很近的，然后你跟中国交好的，我就可以课中关税。那日本本身这个中国本身是55%，所以等于是他要逼什么？逼中国上谈判桌来跟我谈。你这些国家，越南、菲律宾、印尼啦，这个国家，你要这个帮中国洗产地，关税都是40%。所以最外面的关税，你中国55%，你洗产地40%。所以呢，他要逼什么？逼中国来跟我谈判。所以现在习近平的压力是大在说，他也知道说没办法，你就是要逼我上谈判桌。所以接下来压力最大的是内外交迫，尤其是周边的国家都谈好关税的时候，习近平你就上桌来吧。所以他现在你每谈完一个人，我心里想，你怎么也服软了？你这个你也服软？对，我只能自己上去了。所以这意思就是说，你看周边都跟我谈好之后，那你怎么办？你只能够上来跟我谈，而且你怎样？你只能够跟我投降。所以我才说他是用个所谓一个包围网的态势，用关税包围网来包住中国。好，那我们就讲，那为什么习近平目前为止来说话，这个他不想出国了？这样你看，连《华尔街日报》都报道，你看《华尔街日报》，你看习近平减少外访，将更多时间花在国内一个状况。对，它里面就统计哦，你看这是从他2013年上台以来到现在为止的这个历次出访，所谓的这个比较这个灰色的部分是他出访的这个次数，到国外出访的次数，然后这个蓝色是到访国家的这个数量。你看他从2013年一直到这个2020年之前，你看都非常多啊，每年都密集出访。
当然，从2020年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它就减少了。可你看 COVID-19 恢复之后，它也没有增加很多啊。这个蓝线的部分也差太多了吧？对，没错，尤其是你看今年的数量更少，对不对？那这是它，甚至连它在国内哦，中国境内哦。当东道主的天数都非常少，你看，这是他之前当东道主接待的这个客人的人数。那你看到2020年就变得比较少，你看到这个 COVID-19 之后也变得比较少，尤其是今年少的特别多啊。2013到2020这一段时间是多的哦。对。然后你说疫情那也就算喽。对。最关键是这个2025。对。你今天没有出访，你连到东道主你也不要了。对，所以你看今年的话，不论是你出访，或是出访的国家，或甚至是你当东道主的这个天数都非常非常少。所以现在就有人就说嘛，事实上，当然了，这个一个教授就说啊，习近平越来越愿意把外交事务交给他的这个人民来，交给他的这个所谓相关官员来处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他目前为止的压力相当大。为什么？你看，譬如说今年最重要就是高峰会议嘛，金砖会议嘛，原本7月要在巴西举行，他都没有去嘛。对。甚至原本的中欧会议，原本中欧峰会，中欧峰会就是你中国想要拉拢欧盟对，你要拉拢欧盟了，结果没想到原本在布鲁塞尔他也不去。所以呢，这2个都不去，就变成在北京举行。那所以人家就有人说他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当然，外媒的看法就是说，因为他现在的健康年纪越来越大嘛，他可能这个身体健康变成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点，所以他就要谨慎的保存他的体力。你看外媒的说法是这样，你看72岁的习近平可能正在减少出访嘛，对不对？那你看体力是一种实质的这个政治资源嘛，习近平知道这一点，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要管理自己的体力的一个状况。所以《华尔街日报》直接讲得非常白哦。你看到他说，第一句年事渐长，对，第二是什么？他现在考虑到习近平的年龄，对，没错，他又有精力，所以他说他今天已经2头烧的情况之下，我要把我最好的，把我剩余的体力我要放在国内，对，放在国内。好，所以我跟你讲，这是告诉你什么事实？第一个，连外媒都注意到习近平老了，70几岁了，再来他的体力是真的不行。体力不行来说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真的老，第二个是因为从去年到现在一直有传言他身体不舒服，对，包括说什么有他中风啦，然后脚又不舒服啦，等一大堆，然后开什么脑的手术不知道，但是他目前为止的确身体健康。我们看最近的很多这个影片来说都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呢，外媒是说他身体健康有问题。好，不过我是这样看的，因为今年的这个北戴河会议，还有紧接下来的冬天秋天举行的14大这20大4中，是他决定他能不能够担任这个国家主席下一个任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尤其是现在是中国经济太烂，对，我刚才不是就说吗？美国现在用55%的关税架在你的脖子上，55%的关税如果真的磕下去，现在是在缓冲期如果真的磕下去的话，你还得了？你这个中国经济能活吗？我就讲，我们先给大家讲，现在55%都还没生效哈。你看，纽约时报说什么？压价就价格在跌下，内卷加剧通缩，中国企业过度竞争的恶性循环。你看，最近我们不是讲吗？中国一大堆企业，什么这个电动车也在内卷啊，这个太阳能也是很惨，外送也在内卷，外送内卷，甚至连小三们都在内卷。所以呢，这个整个状况当然非常非常严重。好，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你看他们的经济放缓之后，劳资的这个纠纷增加了40.1%，也就是说，为什么劳资纠纷？因为工厂付不出钱来嘛，没有钱可以给你，对啊，所以你知道，这都是一大堆的维权，没错，这都是一些经济下滑的这个压力。那甚至连大摩就说，中国的内卷还有通缩压力增结了，比10年前更难处理。我们讲几个，这是大摩的报告，他说 GDP 平减指数来说中国已经连续9季了处于负数，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样对比的话，中国 GDP 已经连续9季下滑。好，另外一个以 PPI 来说，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它是已经连续跌33个月，33个月，这是什么意思呢 ？PPI 是什么意思 ？PPI 就是我在工厂生产出来的价格比，连续33个月下跌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内卷嘛。我工厂输出来的东西在一直跌价，那不是就是内卷？假设，比如说我生产出一只手机，可能上个月是100块，然后一直连续跌33个月，你就知道这个压力多大，他们卷的状况有多严重。所有的工业产品都是这个样子，那知道中国经济当然压力很大。那为什么会卷？照我讲，原因是因为它没有市场，它只能够卷，一直内需，因为卖不出去，只能内需一直卷，造成它整个经济往下滑。那我就说，现在它的关税是几%？现在它关税是10%，它还没有55%，它现在是中美在缓和期，大家都磕10%。如果真的到8月12号之后，它会被磕55%。现在经济就是这样子的，那请问你以后的55%的时候，它会怎么样？
它就像骨牌一样全倒了，完蛋了嘛！你看，他就说呢，关税的这个压力下潜的话，有出现韧性，但是下半年的需求会出现所谓的断崖式的下跌。所以也就是说，真的磕55%之后呢，它的经济可能会从现在为止往下跌。所以为什么他现在要留在北京？因为这些民怨现在都还没有浮现，他现在要处理的是，他要先跟川普把这个关税降下来，降下来之后呢，缓和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压力之后呢，让经济慢慢的好转之后，他或许才有连任下一届的可能性嘛。最重要的是，现在就这样。好，那我就讲为什么我就说他们内部压力很大。我们现在不是都在说吗？他从去年到现在为止，不是很多跟他交情非常好的一些军中人马，一个一个都不见了吗？对，什么苗华啦、何卫东，一下一堆人都不见了。好，那你看最近的《解放军报》看什么？他说牢固立起政治干部形象威信的这个铁规矩硬扛扛。好，那什么意思呢？你看他公布什么？关于这个大力弘扬这个优秀传统啦、全面肃清毒瘤的这个影响，你肃清毒瘤是什么？肃清什么毒瘤？贪腐吗？当然是贪腐嘛。但剑指谁？最近谁被清除了？就何卫东、苗华等一干人。那你这个是不是就针对习近平而来？所以看连解放军的这个报纸，那我们之前不是就说吗？包括说像这个所谓的这个张幼霞等等，他不是都已经掌握了整个这个军系？所以这样，他现在在军中里面来说话，可以说是压力重重的状况。而且他又一直在讲建设对党的绝对忠诚，对，都要听我的，你们不要乱啊！对，没错。那我就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他在党里面来说，到底他的军权如何，大家不从而知。好，那你看，事实上他现在的军队似乎是也不在他手上的时候，那你看，正好你看外面，我们看外面来说吧，你看，包括说日本来说话，日本已经跟中国的跟这个美国关系在交好。还有另外一个对美国对这个中国压力最大，其实是这个就是菲律宾。正好你知道吗？菲律宾要怎么样吗？菲律宾今天小马可是跟这个川普达成的协议是说，美军呢要在苏比克湾盖一个大型的火药厂啊，工厂，他要把全世界的很多火药都在这边生产呢，都在菲律宾，甚至未来的菲律宾呢，跟假设呢，跟这个任何菲律宾跟美国的任何的这个有发生冲突的时候，他现在把它扩充到什么？美军如果你在亚太地方被攻击的时候，菲律宾也要参战。这是什么意思？万一未来台海发生冲突，美军被攻击的时候，菲律宾也要参战。所以现在等于是菲律宾跟美国牢的站在一起，甚至菲律宾现在就说我们这个美国是我们唯一的条约盟友，那日本也是一样。所以你看，经过这一段时间，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都说吗？习近平原本想要趁这个所谓的这个川普打关税战的时候，把很多盟友国家都拉拢过来，就没有。现在反而是这个川普稳住了，把所有的盟友又全部拉过来，全都抓回来了。然后你自己呢？你又有时间应该去拉拢这个金砖国家的时候，你不去；那你有时间应该可以去拉拢欧盟的时候，你也不去，所以浪费了这个时间。虽然说现在目前为止来说，所有的时间已经没有站在中国这一边了，所以你看现在中国能怎么办？你看最近不是我们昨天不是讲吗？中国已经开始在释出一些好的讯息嘛，甚至说啊，我们这个愿意开放稀土啦，然后还用彭丽媛的这个名字，就说我们现在中美之间的是春暖花开嘛。那现在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原本呢，中国要调查这个杜邦你这个反垄断的这个状况有倾销到我们中国来，他现在说我们取消，暂时不要。所以这样是现在中国跟美国在营造一个好的这个气氛啊。那特别是贝森特也说了嘛，下个礼拜他们要在瑞典进行第3回合的谈判嘛。对，所以就跟你讲，目前为止来说话，似乎是整个进程都被美国掌握住了。所以贝森特跟美国都知道，对，中国现在有够乱，是，我就趁你病，我要你命，我谈判桌上我要的更多，我谅你不敢含扣。对，没错，现在等于是什么？他们现在知道是习近平现在是处于最脆弱的时间点，对，他现在他也想要跟这个美国达成一些贸易协定，要不然真的被磕55%之后，我刚才不是一开始用地图跟大家讲，中国想要起产地的，你至少都要被磕40%，然后另外一个中国自己本身要磕55%，所以呢，那中国你现在上来跟我谈判嘛，你如果55%能够往下砍的话，对中国经济当然是好处嘛，所以我就跟你说，而且你看，目前为止贝森特还说什么，他还要封另外一个封印，封什么封印呢？你不能够给我买俄罗斯的石油，买俄罗斯石油的话，我还给你磕100%的关税，所以呢，买俄罗斯石油让中国的压力比较这个可以获得便宜的石油，他要封你，所以我跟你讲。现在等于美国用很多方法要逼习近平上谈判桌，而且习近平在这个时候恰好是他人生最脆弱的时间点，所以我才说整个8月我们要非常关注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后续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习近平他在8月的这个秘密会议之后，到底他是留还是离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间点。
国正，这次的中美大战，除了我刚刚讲关税跟贸易之外，千万不要忘记还有什么 AI 大战。AI 我们都知道，未来就是要算力，算力要什么？需要电力。虽然电力的情况之下，我们前阵子才报道过一件事情，新疆它不是要弄一个超级大的算力中心吗？那还被笑，你没有晶片，你是一个空城计。结果习近平知不知道？他知道，但是他执意要干下去。他现在要在这个西藏这个地方。还要搞一个大的，对他要打一场更大的，大家都说这可能是世纪大灾难，世纪最难的工程，破坏生态。但是习近平还是要照干，就是雅鲁藏布江的大坝水库的发电站，他还是要做下去，因为大家都会认为说这个对生态影响很大，而且印度跟孟加拉都反得非常大。对，但是他想要做的是什么？要打一场 AI 战争的电力战争。再来，他想要什么？因为中国经济现在非常惨，他想要拉抬中国的经济，看能不能借此把中国经济拉起来。所以这个工程很大，这是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难的世纪工程，但是也可能是世纪灾难，是全世界最大的发电厂。就在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它有多难，你知道吗？它刚好有一个 U-turn 在那边，法夹湾在那边，整个雅鲁藏布江跑到墨脱这个地方会转一个180度转过来，那它接在这怎么样？在2000多公尺的山里面挖山洞，一路把水降下来，可以发电。那整个雅鲁藏布江这里落差高达5000多米，那江水是世界上最多的地方之一，所以它梦想很大。你看看这个地图就可以看出来，刚好雅鲁藏布江经过墨脱这个地方，刚好有走一个类似这样的法夹湾过来，那整个落差高达2000多公尺，相当于阿里山这么高。那他现在计划怎么样？我在这个山里面开始挖5个隧道，把水引过来发电，因为落差很大，2000多公尺的话，每一站下来都是可以做发电的。再来，它因为江水的流量很大，整个流量是造成是印度跟孟加拉很重要灌溉来源，所以水很大的话，它发电量非常的惊人，达到1.13亿千瓦。如果真的全部开发出来的话，可用的电力相当于8000万千瓦，相当是什么概念呢？3个三峡或者是30个核四这么大，30个核四的发电量，甚至3个三峡大坝的发电量，等于将近2个英国全国的发电量，所以目标很大了，想是很大了，但能不能挖洞？因为那边非常的困难。你在这边把水拦下来的话，对印度孟加拉来讲，那就很痛苦了。他们可能水就会干涸，可能会影响到80%河水会干涸。到时候洪水的话，你中国是不是会不讲道义？为什么孟加拉跟印度很担心？因为这里是地震带，对，整个青冈站高原为什么会这么高？就是因为地震很大，地层板块，不然不会5000多公尺、2000多公，自然这么资源这么多，就是因为不断的地震。那不断的地震，你盖5个山洞在那边都非常巨大的山洞，地震会不会把它震坏？那震坏的话，中国人当然下游遭殃啊！中国人当然不怕，习近平当然不怕，因为下游不是中国，下游是孟加拉跟印度，所以他们就很担心。如果你真的地震震坏的时候，我下游是大灾难呢。再来，你把河水堵起来，我生态会不会有问题？就跟三峡一样，造成生态的破坏。再来，你可能会改变当地的气候，还有可能会不会不讲道义？印度就会说你会不会不讲道义？到时候我需要水的，我灌溉的时候，你把水给我堵住，那在雨季的时候，你把水放下来。造成我水灾怎么样？影响是80%的河水可能会干旱呢。那你照来洪水季节、雨季的时候，你把水放下来，我就淹水，你等于印度就被它宰着玩。所以中国盖一个水坝，其他国家骂翻天了，你在干什么东西？大家都怕，对中国来讲这是大计划，工程能不能盖得成，没有人知道。但是一公布的话，孟加拉跟印度是怕踹雷弹，但是一场电力战争其实真的就在开打。为什么他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拿别人的生命在开玩笑，是因为他跟美国跟日本要打一场 AI 战争，所以川普一上任就把所有的审批都拿掉，加速核电厂的新建，25年内要让核电增加4倍，核电盖很难的，一个核电厂最起码要10年，你看25年要增4倍，它有多少的核电厂要盖？所以它川普叫做这是核能的时代。所以川普一路逼，习近平更急了，所以你要这样搞，我就这样搞，双方在大打一场 AI 的战争。所以你看到盖的是水库、水坝，其实做的是 AI 战争。还有日本，就今天宣布的，日本其实3.11大地震以来，从来没有在新建核电厂，他要新盖核电厂，而且讲很清楚，关机电力的社长讲很清楚，我就是因为 AI 资料中心跟半导体产业迅速发展，所以我不可能不去做发电厂，不去做核电厂。再来，美国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是电力需求非常大，美国现在是连天然气电厂增加2倍，找不到供应商本来
单位成本大概$1000，现在已经影响到2000到2500，其实连台湾都会影响到，因为我们台湾大量买的是基于维诺瓦的设备，现在是全面缺货，整个全世界在大打什么电力的战争，电力战。所以习近平为什么急着上路，就是因为这场战争美中大对战其实是电力大战。所以你刚才讲的西藏、新疆。你可以想象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在挖矿的时候，哪里都在挖矿，挖比特币。对，电力最多的地方在挖矿，新疆在跟内蒙古挖最多比特币。所以你说他现在摆空城，还是真的要10几万颗的辉达晶片要摆在这里？那应该都是真的，因为新疆跟内蒙古有非常多的电力，所以它现在整个彭博就看得出来啊，到6月为止，已经有7个已经在动工哦，这是玩真的哦，而且真的要做 DeepSeek R1 的模型在里面运算，重庆的物流出流中心的运算已经透过新疆来提供了。那未来你可以想象，西藏大坝完成的时候，它提供的电力要做什么？做 AI 相关的运算的功能，就跟新疆的功能一样。整个新疆跟西藏这2个以前中国边陲的地方，会提供大量的电力，可以做 AI 运算。所以真的战争是在这里开打。宇轩，中国盖一个水坝，其他国家气得要死，你不要拿你自己未来的发展，不要为你的电力，你害得我们下游全部都一起死。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哦，在2023年俄乌战争的时候，那时候俄乌战争有一件事情是乌克兰的水坝被俄罗斯炸完之后变成这一副模样，这个地都整个裂掉了。裂掉之后，没想到最近被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水库、水坝它复活了。所以说生命呢自己会找到自己的出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当时卡霍夫卡这个地方是遭到俄罗斯所占领跟控制。那时候呢，他为了要战争以及战况的关系呢，把整个水坝给炸掉。那时候一度引发了非常大的洪患，导致说好几百人的丧生，而且呢，下游的数百万人根本就没有水可喝。就是你刚才看到那个干干裂裂的整个一个状况。原本呢，生态学家跟科学家都说完蛋了，这样会成为所谓的生态的定时炸弹，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原本干枯的沙漠，因为它整个水全部都被亏嘛，水都流光了嘛，地都裂掉了嘛，就蹦一个，这才短短2年之后变成是绿意盎然，有如人间仙境。真的啦！你看到的画面就知道，有没有看到这个青草在那边随风摇曳、随风摆荡？结果呢，整个一片汪洋过去，全部都是绿草茵茵，怎么会发生这种状况？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哦，原本是不是都干涸，对不对？绿草茵就算了，就连什么？连鲟鱼都回来了，你那个水坝炸掉，水库不是干掉了吗？我都很怀疑说是鱼从哪里来的。然后呢，还有野猪哦，但没有骑士，只有野猪。就野猪呢，在这个草原上的奔驰，还有一些哺乳类动物，这个很漂亮，全部都跑回来了。那大家不禁很好奇啊，说，不对。当时弄成这样，怎么2年之内？所以要么这些动物知道避难，对，也就是我先躲起来。那躲起来之后呢，等到这个草都复苏之后，我再跑回来。要么呢，就是说，因为各位这没有办法解释啊，你只能唯一的解释就是说，大自然会找到出口。那为什么说大自然出口？因为很显而易见的，在以前有这个水坝的时候够不哈水，你知道不？狼造品，因为本来水坝炸掉之后，它有列管一个封锁区。来，我这边讲给你听它水坝的其实大部分的区域都没有办法进入。你有没有仔细注意到一个重点？人没有办法进入，所以也没有办法进行监测。他们现在只是很担心说会不会有重污染、重金属的污染。你知道重金属污染来源哪里吗？原本水坝盖完的周边对，都会有一些金属污染状况。然后上游有那种那种重金属工厂，都把那个全部都沉积在这个水坝的底部。所以他们比如把它炸掉，第一时间会担心说，哇，那原本那些人家是 hold 住顶上 day 嘛，一些拍米啊顶上 day。这些污染的来源全部都冲下去了。对啊，所以冲下去之后，原本觉得说应该会很惨啊，这个状况整个我们讲的植被应该会我们讲的草木不生啊，结果没想到怎么还会有办法长出来。所以很多现在科学家讲说，哎呀，会不会说这些植被呢，以及相关的吃它的这些动物啊，然后以及食物链呢，一路延伸上去，全部都有重金属污染的可能。是不是太吓人了？我们看到这些画面，它被形容叫做定时的毒炸弹，看起来绿意盎然，你吃下去可能会死的。对，而且你看比如说猪吃啊，比如说有些动物呢，比如说牛去吃草，对不对？然后野猪也会
会吃一些我们讲的杂粮类嘛，然后呢，相关的鲟鱼也喝到这个有毒的水。但我如果人类再去吃会怎么办？但是我跟你讲，我不这么想，你知道为什么吗？虽然他在讲说这些都会有系统性的污染，但我觉得最大污染来源你知道什么？就是人。你没有发现吗？人一走之后，万物复苏。那人在的时候呢，民不聊生。而且这些重金属污染，我们说穿了，还不是你上游这些工厂所造成的。所以换言之，讲1万步，它都是因为人类所以才导致的结果嘛。所以你看有没有人就去实地去现场那个探险，会发现说，你有没有看到草长得比人高了？2年哦，而且呢，全部每个都美轮美奂的，因为没有人叫你去咬那个叶子。但我看来，唯一的破坏来源就是这些人类。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车诺比就是这样子。还记不记得1986年那个时候，车诺比发生非常严重的辐射外泄？那辐射外泄之后呢，它周边的树林哦，不是枫叶哦，全部都变红色的，红记记。那为什么呢？因为产生了我们讲的辐射线的污染，所以导致说呢，它整个内部的细胞都导致衰变。所以后来什么昆虫、鸟类还有啮齿类的动物全部都消失了。结果没有想到，隔了40年之后，我们是不是都说辐射大概100年才有办法恢复？因为人都不去了嘛，大家都把那个地方视为禁区。就40年之后，你看吗？整个漂漂亮亮的绿树林，有树有草，40年时间，你刚不是说100年吗？对，全部都复苏喽。而且更神奇的不是在这边，更神奇的在哪里呢？驼鹿哦，你看到的就是这种鹿，还有狼哦，真的一只哦，这种很健康的、漂漂亮亮、看起来很年轻的小狼，还有熊。有没有看到？这是你看到的狼，还有山猫，动物都跑出来。我想这没有办法解释。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解释吗？因为车诺比那边原本是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跟破坏。那奇怪，那驼鹿，你说这熊还在探险呢，还在咬当时可能会被辐射污染的东西，继续玩。对啊，因为现在都已经变成一片绿地啦。那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辐射线。那我现在困惑就是，那你当时这些熊应该被灭绝啦，就还可以换溜滑梯。这么可爱，那是看到我玩屋顶溜滑梯，然后这边翻箱子，这些熊从哪里来的因为理论上来讲，它们应该被辐射性歼灭啦，但是没有。这些熊呢，包括这些狼呢，都非常健康，就像一个如雨后春笋跑出来。他们说，为什么原生物种可以复苏那么快呢？其实最主要的关键不是在于说有没有被辐射打击过，而是在于说没人敢去。就你看，没人敢去之后，全部都生出来。那你看南北韩这个东西更是一个经典。南北韩有一个非军事区。那这个非军事区里面呢，原本都有很多濒危的动物啊，跟濒危的我们讲的一些动植物。结果没有想到，因为南北韩对峙之后呢，这个区域呢变成是鸟无人烟，根本没有人会来。就没有人会来之后呢，什么丹顶鹤，这原本是濒危的生物，对，包括麝香鹿，包括亚洲黑熊，就一只一只全部都冒出来了。所以你现在要问我说，到底什么样是真正的污染？我讲没有人的地方，我跟你保证，大自然都会活得好好的。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